大家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第一个聊的股票是 LYFT 它是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关于交通互联网概念的一只股票。那么这支票也是来自于咱们的社群约稿。先说一个结论吧。整体走势来看的话，我认为当前的筑底已经是快要接近于结束。那么后期我是比较看好这只美股向上的一个反弹力度以及向上反弹的一个空间的。那下来我们继续从波浪里整体下跌的结构以及当前筑底的形态。首先可以看到，上市之日起就是出现了最高点高点是在 88.60 美元 88.60。那这次下跌一直运行到了23年的5月份低点是在 7.85。 可以看到整体的跌幅也是比较大整体跌幅也是比较大，基本上是之前股价的11分之一。那么这波下跌也是运行了大概4年的一个时间，在这4年的时间里头，整体的走势是呈现了一个形态，三波形态。那在这个三波下结束之后我们现在开始要说重点了。相对的第一位它是出现了类似于引导楔形的一个雏形引导楔形的一个雏形，1、2、3、4、5。当这个引导楔形结束之后那么就说明之前的下跌它是告一段落了，市场将要展开反弹或者是反转。那么现在我们先按保守的形态，那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反弹。那如果是认为它是一个反弹的话，那从周线上来看，从 7.85 的低点向上运行的第一波走势，它涨到了 20.82。 这里我们先定义它是为一个 A 浪走了一个引导楔形五波形态。那整体的市场 A 浪结束之后，它再次陷入了这个二次探底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目前我们可以认定为这一阶段它可能是走了一个收敛的 ABC 的一个 B 浪，也就是说内部是走了一个 BA、BB、BC 这样一个形态。那么其实从这个 B 浪的低点9.66 开始，那么我们就预期它是不是在走这个 C 浪开始了。这里我们首先看一下，借鉴一下波浪尺。如果这里的 B 浪结束了，那么后期整体向上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因为首先会向上突破之前 A 浪的高点，大概是在 20.70 附近。那1:1的比例也是在 22.6， 1.382 倍的距离是在 27.5， 这都是后期潜在的一个上行目标目标压力。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要这个黄金分割，看一下能否和波浪找到一定的重合位置。那通过波浪尺我们看到了大致是有2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是在 0.32 的位置，也就是22。第二个位置是位于 0.382 的位置，也就是 30.8 22美元 30.80 美元。那这张图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向上它不去运行的话，它会面临最近的有4个压力，22 20.60， 这可以算是一个比较近的区域。第二个位置就位于 27.60 到 30.80 这个区域30.80 这个区域。所以我把这2个点位分别放在之前的后面。那从当前的价格来说的话，那向上的空间短期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只是考虑第一个位置的话，向上整体的空间大概有7美元左右，7美元左右。如果是运行到第二个位置的话，那整体的空间会有12到15美元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 C 浪向上的反弹的空间它是足够的。同时我们要考虑到，因为 A 浪它出现了一个5波形态，保守看法我们认为此处先当作向上是一个535的锯齿形，那么意味着此处 C 浪向上也会出现一个5波形态5波形态。这里可能会走势会运行完就是 C1、C2、C3、C4、C5，然后整体的运行结构这就是一个大 C 浪。所以当前按照这种预期来说的话，那目前来说的话，可能最近的这个看涨机会就比较要临近了大致可能会需要个比如2周3周，就有可能跌到下方的一个支撑位然后出现一个关键节点的一个转折。当然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咱们涉及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银油。那下来其实就简单了，我们就是按照当前的这种形态，我们去找到它这次调整的 C2 浪的一个回撤的一个位置，支撑位在哪里？
那么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天图，因为以往二浪也好啊，这个 B 浪也好，它回撤的幅度都是比较深的。那么这里我们首先看的它是属于一个 C 浪2 C1 啊，当前的调整我们看它是一个 C 浪2，那我们就看到了下方的支撑啊，大致是位于 0.5 到 0.618 啊这个区域，也就是 13.60 到 12.70 这个区域。那防守的位置呢，大概就是位于 0.764 下方啊这样的一个区域支撑 11.50。那当前我们其实就是等待这样一个机会，等待这样一个回撤到位的一个机会。如果回撤到上述这个支撑位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等待 C 浪2在日线级别或者是周线级别出现一个底分型十字星，然后就可以说参与其中，博取后期周线级别的 C 浪3的这样一个主升浪的一个波段。那么刚才我也把这个上方的压力目标给大家说了，大致是位于2个区域啊。因此近期我们就重点可以关注回撤之后的这样一个看涨机会。好，今天上午关于这个美股 LYFT 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以及它后期潜在的一个参与机会，都一一分享给大家。本次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